每次的登山之旅，并非都能够按照计划顺利抵达终点。这次的影片是记录我在2025年7月未完成的雪山翠池。从国光客运武林农场站下车，马上被载来登山口。中午12点，打包好准备出发。在我们出发前，才刚下了一场超大的午后雷阵雨，湿漉漉的森林中，隐身在地面、腐木上，窜出了好多不知名的小菌菇。刚刚就觉得奇怪，怎么会有个袋子？就是这个袋子，怎么觉得有一个袋子，然后挖一挖，就挖出一台相机耶！这是什么？西卡。好怀旧的感觉哦，先藏起来，回来再拿。小三江，还有8号呢。雪山翠池，在去年的9月有走过一样的行程，因为回忆太过美好，计划着再来一场露营之旅。不过这次交通的部分是搭客运上山。最近因为修路的关系，管制的时间常常拖到很久，因此我们决定第一晚先住在369临时营地，第二天一早再前往翠池。这个是神奇的昆布，锅子里煮的是我们共享的晚餐味噌火锅。在璀璨星空之下，结束了第一天。这是我的早餐，素食版的椒麻鸡干燥饭。当时在虾皮买的时候没认真看克数，收到后才发现好大一包，决定把它分装成2餐。早上先挖一半干燥饭，加上日式汤包煮汤饭当早餐吃。剩下的干燥饭和椒麻酱就留到翠池当做午餐来享用。我们一边欣赏着日出，一边打包收拾。暖暖的阳光，草坡上点缀着盛开着的高山百合，这才是夏天的高山啊！一边低头寻找着去年看到的小浆果们，一边前往黑森林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进入了黑森林之后，我好像被神秘的力量控制了，身体开始不对劲，上坡没走几步就喘到不行，心跳很快很快，大概是走10步就要休息喘一下的程度吧。不懂，之前走过明明很开心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这么不舒服。伟哲在旁边陪着我慢慢走，鼓励我现在还很早，就算用龟速走也会到翠池的。好不容易走出黑森林，抵达圈谷底，我真的是喘到不行。我想这不会就是高山症吧，是不是要赶快回头了呢？我们边走边讨论着要不要继续前进，再努力走了一小段，最后在距离北仑角安部前300公尺，我还是放弃了。好在我下坡都走得动，原路折返回369休息睡一晚，隔天早上就恢复正常了。我们一直在想，我到底是怎么了？伟哲说一般高山症第一天多少会有点前兆，很少看到这种第2天才突然发作的。最后伟哲突然想到我早上偷喝他的奶茶，他说他在奶茶里面加了一包3合1的咖啡。对了，我平常是不碰咖啡的，
因为我一喝咖啡就会心悸，亢奋到睡不着。等等，好像找到凶手了。总之，尽管顺利下山，但对爬山这件事还是有一点小自卑的。所以，不到1个月我又回来了。与其在家里感叹，不如再走出来试一次吧。这次是一个人穿越黑森林前往雪山，不是为了登顶，只是想知道以我的能力可以走到哪里。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下一期，一人登山之旅，一日雪山主峰，巧遇感动的8月之雪，敬请期待。